这难道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算盘吗？哇，没想到啊，它竟然真的挂在这里耶！这难道就是过去那个地主他的算盘吗？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竟然在这个里面真的发现了算盘。看这里边是过去养猪的地方，碉楼就在那个地方了。稻草衣。有人吗？锁上的。门都是锁上的。你看这个碉楼啊，底下都已经长出杂草来了，而且我感觉屋檐下的这些木梁啊，都已经比较腐朽了。从这里呢，就是进入这个碉楼的入口，而且它还不止一扇，有好几扇门啊，都可以进入进去。你看，这是其中的一扇门。它这个门啊，非常独特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的这个木门啊，特别的厚，而且在这个木门的外面呢，竟然还用这个铁皮啊进行了加固。所以在过去的话，那一定是非常坚固的。现在是从里面锁上的，你看过去就是用这种铁锁。要把它锁住的。据说在那个民国时代啊，当时那些土匪呢来到这里啊进行抢粮吧，这个地主家的家丁呢就拿着那种土枪，虽然跟这种现代的枪械啊完全没法相比，但是呢他们拿着那个土枪从这些射击口啊这样对着那些土匪啪啪扣枪应该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那这周围应该死了不少土匪吧？死了不少土匪啊，或许吧，但是这应该是蛮正常的，因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啊，要怎么想办法活下去，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吧。这种老建筑啊，应该能追溯到明清时期了吧，所以怎么也可以算是100年不倒的建筑。那你看现在有不少的房子啊，好像是刚刚修好以后就倒了。那这些建筑啊，为何保存这么长的时间，一直都屹立不倒呢？难道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吗？你觉得呢？应该是里面的结构比较牢固吧，它都是用那种石头和木头搭建的。石头和木头搭建的啊。那说到这石头搭建啊，让我想起来上一次啊，我们去那个闹鬼比较厉害的村落，就河南的封门村嘛。我进到那个古村落以后呢，我就发现许多的房子啊，它其实全部都是那种石头垒起来的，所以经常就能看到啊，有一些房子呢，它上面的那个屋顶啊，都已经全部坍塌了，但是它的墙体啊，却保存得依旧特别的完好，所以也让那个封门村啊，整个村落呢，就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了吧？那这种房子啊，我估计应该和它的配方有关吧，就是在这个墙缝里面呢，或许是掺和了糯米浆，或者说是其他什么东西吧，还不是单独的那种砖木泥巴房子，所以啊，让它100年不倒。你看，像上一次啊，我们去探寻那个红衣男孩他们家，那就是砖木泥巴房，那个房子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去的时候全部都已经坍塌了，而这个语录哦，这里能看到一些上世纪的语录吧，毛主席语录，什么一个正确的认识，是这个门还是开着的？开着的吗？哦，这里门好像开着的。来，我来看一下。哇，真的开着耶！你看上面，周围这里。到处都能看到那种机枪孔，上面那个地方也有机枪孔。
但里面特别黑耶。走进去看一下。你看这个门啊，它就是一个纯木门呢，上面并没有铁皮。哇，这是一个什么？蓄水池吗？上面应该就是通向这个碉楼的地方了。哇，这是什么？这棺材吗？你看，哇，这真是棺材哎！木质的棺材，还是红色的。竟然在这个碉楼里面啊，放上了棺材。那这会是谁的棺材呢？会不会是地主的棺材啊？地主的棺材啊？这样说好像有一点道理哎。但是这个棺材让我联想到上一次啊，我去探寻那个将军府的时候，我记得在他的那个中庭里面，同样也有好几具棺材，而且在那个棺材的底部呢，也是有石头啊，把它抬起来，和这个棺材啊特别的相似。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习俗？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有过世的人？可能也有吧，就是那个地主。地主啊，那为什么是2具棺材呢？他和他夫人吗？到底是不是地主的，我其实不知道。但是从这个白布啊，非常破旧的这样搭在这个棺材上面，不难发现的是，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太恐怖了！太恐怖啊，有点惊悚。你看，这些就是过去的那个机枪口，或者说是那个土枪射击的孔洞吧，非常的小。这还有毛主席的画像。哇，这上面啊，已经非常的破旧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看这一面，其实这里面的空间啊还蛮大的，我觉得至少可以容纳40-50个人。你看这里，哇哦，我感觉啊，这应该是一个暗道，或者说是一个密道之类的，因为这些木条啊，它的底下看上去呢，好像还有一些木板挡住的，是不是会在过去的时候，就是这些暗道、密道之类的，可以通向其他什么地方呢？哇，真是错综复杂啊！这墙壁，哇，这上面完全都已经非常的腐朽了。这边是另外的一个灶台，这里就通出去了。我看一下通到什么地方。啊，这外面就通到后院了。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后面就是那种杂草林吧。你这里还有同样的，哇，非常的破旧。你想当时啊，这些人就生活在这个碉楼里面，其实还是蛮压抑的，因为他们的吃喝拉撒在那种非常危险的状况下，所以必须就得躲在这里面。这是另外一边的窗户，也同样都是比较的破烂了。还有八仙桌，你看这八仙桌，这不知道是不是过去的那些物品。刚才挡住的那个木门，铁门，对，铁皮包裹的木门，它其实这个门啊，它并不是从里面锁住的，你看它其实就是用了一个长条椅这样挡住的，所以稍微用点力的话是可以推开的。这里应该就是通向碉楼的入口了。那我上去看一下，你就在下面等我一会儿。你看这上面，这木阶梯还算是比较的结实吧。过去的这个射击孔洞，
哇，这上面的木板啊，都倾斜了。这边还有一个门，应该这个门啊，就是进入那个碉楼的吧。上面我感觉像是一个阁楼，进去这边看一下。哇，算盘！这难道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算盘吗？哇，没想到啊，它竟然真的挂在这里耶！这难道就是过去那个地主他的算盘吗？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竟然在这个里面真的发现了算盘，而且还是一对算盘。这边还有时钟，时间就定格在了7点左右吧。这里的床，里面啊特别的黑。你看，它这个瓦屋啊是种倾斜式的，而这里呢就是进入那个碉楼的这个入口了。你看，其实还是蛮高的，要跨很大一截呢才能进入到这房子里面。去看一下，哎，打不开啊！这从里面锁住的，那看来从这里啊没办法进去。我得绕到其他地方再看一下。先下去。上面可以通过去吗？上面通不过去，但是我在上面啊，发现算盘了。走，先出去。特别的累啊，稍微在这里坐着先歇息一会儿，因为刚才又在周围啊走了一圈，观察了一下，我发现呢并没有其他可以通上去的阶梯或者说是暗道吧，所以很遗憾没办法上去参观。那说回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到的，为何这个碉楼啊，它在晚上的时候呢就能听到那种算盘的哒哒的声音呢？那是因为据说啊，这个老地主以前呢家财万贯，那肯定有花不完的钱了哟。对，应该是钱蛮多的，但是啊，他却是一个吝啬鬼，就很小气嘛。然后他把自己的钱呢都藏在自己的某个碉楼的暗室里面，没事啊就喜欢去查账，看看有没有谁偷了他的钱。那到了解放过后呢，开始斗地主、反地主，而这个地主啊，他所有的财产呢也全部都被没收了。是不是就是后面墙上这些口号啊？不要乱说啊，哪里是这些口号？这可是伟大的毛主席的语录，怎么能和那些东西相提并论呢？再说回刚才的，说那个因为啊，这个老地主呢，他阴魂不散啊，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如果能听到这个算盘的哒哒的声音啊，大家就说哦，是那个老地主啊，因为他一直惦记着他的财产，所以他又回来啊，开始查账了，是这样的。那网上这些传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啊，但是不难否认的是，当年修建这些建筑啊，那一定是费人又费财，一定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才把这一些碉楼房子呢修建好的。那一定是一个大工程了。没错哦。那里面的宝贝和古董还在吗？古董和宝贝啊，就像刚刚大家看到的，我们其实也去探寻了一些不同的房间吧，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密室暗道啊，包括这个碉楼的顶部啊，我们其实是没有进去得到的。但是也许啊，在某一些墙缝里面，或者说是一些密室暗道里面啊，会藏有银元，或者说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谁知道呢？不过啊，据说如果你有捡到地主的财宝的话，很有可能啊，你会做3年的噩梦哦。为什么？因为你想那个地主啊，这么的吝啬，是一个小气鬼嘛，而且他视财如命，每天都要算自己的账，
那你拿了人家的钱，他不找你麻烦吗？说的跟真的一样，哪有这么多的鬼怪？有没有鬼怪，其实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不能否定的是啊，从这一些老的建筑啊，还是可以看得出旧社会啊这个血与泪的历史吧。这样的碉楼啊，就像活历史书一样。如果再不看的话，坍塌以后，那连听传说的地方啊都没有了。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起来一句话，那便是啊，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想想当年啊，这个地主在这里多么的风光，钱多地多，如今也是人没了，人没了，人去楼空，确实是这样啊。就像在过去啊，就算一个再厉害的一个人物，再厉害的一个角色，但是呢，他都逃不过时间的流逝。而如今的人去楼空的房子呢，也在慢慢的诉说着当年的历史吧。好吧，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那我是阿生，我是小思。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古代的碉楼房子，对，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那我们下期再见，走了，不要乱说，我没有。